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这世上有几种话是不能作数的，比如瘦子说胖胖的多可爱啊，美女说外貌并不重要啊，有钱人说粗茶淡饭的生活蛮好啊。当一个人拥有了某方面的顶级资源，却说这方面的资源不重要，即便没有他们也能过得好，这无异于高级凡尔赛。但站在当事人自己的角度上，他们说这话的时候也许是真心实意的。樵夫以为皇上扛着金扁担挑柴，这是一种短视；皇上以为穷人都是抱着破碗喝燕窝的，这也同样是一种狭隘。《甄嬛传》为什么要安排甘露寺那几集呢？除了解甄嬛在宫中的困局之外，也是为了让甄嬛恶补人生课的。甘露寺之前，甄嬛虽然美丽聪明，但她缺少对底层生活的认知，缺少对底层百姓的理解。她真心想帮安陵容，却不知道安陵容在入宫之前经历了生活怎样残酷的折磨，也不知道一个人被折磨到连自己都不爱，会狠绝到何种程度。因此她才会吃了舒痕胶那么大一个亏。从甘露寺回去之后，甄嬛不仅应对安陵容更加游刃有余，还更能精准地抓住身份低微者的诉求，利用佩儿打探情报，并把出身平平的新贵人拉入伙。去甘露寺之前，甄嬛或许以为嫁人这种事情，只要他是世间最好的男子，即便只是一个穷秀才又怎样，村妇的生活他也能过。去了甘露寺之后，他才知道原来做普通人并不意味着要抱着破碗喝燕窝，而是连喝一口红糖水都是奢望。就像《如懿传》中，如懿进了冷宫，被逼到绝境才肯用心计。甄嬛进了甘露寺，真正比较一下宫里和宫外的生活，才会明白什么是自己能承受的，什么是无论如何也承受不了的。而在诸多宫斗剧中，能够突破自己好出身的局限，并且不需要现实生活给予特别的训练，就能够认识到坐在宝马车里会哭，坐在自行车上也未必会笑的人，只有金枝玉孽中的如妃。如妃出身比甄嬛好多了。甄嬛从甘露寺回宫，皇上为了抬举她，给了她钮祜禄氏的身份，而如妃本来就是钮祜禄家族出来的。她在宫中也受过冷遇，比如失宠时炭火不足啊，被人嘲笑啊。但这点苦，比起宫外底层的卑卑扛扛、春播秋收来说，简直不值一提。如妃没经历过宫外的生活，但她就是知道，天理教攻皇城的时候，孔武要带着如妃和安茜走，如妃没有着急走，而是问一句：如果让你在我们两个人之中只选一个，你会选谁？第一次看金枝玉孽的时候，胖妮错误地认为如妃问出这句话是出于女人对爱情的独占欲。看了《甄嬛传》甘露寺那几集之后，胖妮突然明白了如妃这样问的意义。她的走和安茜的走代价截然不同啊。如妃的背后系着钮祜禄家族的荣辱，而安茜的背后什么都没有。如妃是在养尊处优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，在宫中勾心斗角虽然残酷，却是她擅长的。而出宫到了乡下之后，她五谷不分，四体不勤，会成为孔武的负担。安茜就不一样了，她从小就在乡间长起来，她享受那里的自由，也知道怎么靠勤劳的双手活下去。如果如妃不爱孔武，或是爱的少一点，在宫外生活肉眼可见的艰难的情况下，她完全可以坚定地选择不出宫。但她却给了孔武一个机会，让他在两个女人之间选择一个。如果孔武真的选择了如妃，如妃大概率是愿意为了这段感情做出极大的牺牲的。不过如妃也很可能早就想到孔武会牵着她和安茜的手，哪个都不想放开。她的体面退出，既表明了自己对爱的态度，也要让孔武记住这是他自己的选择。既然此刻已经选择了不放下安茜的手，那日后就要和他好好过日子。现在想起来，金枝玉孽中如妃最后站在城墙上吟诗的样子，很让人欣慰。争斗也许永不停止，如妃也许会成为斗败的那个人，惨死后宫。然而比起在宫外田间手不能提肩不能扛，远远地看着孔武和安茜默契地在田间劳作，吃饭的时候舔着脸喝掉安茜出于圣母心赏给他一碗粥的生活，宫中的钮祜禄如月要有尊严的多。好了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喜欢胖妮辛苦给影片点点赞，订阅胖妮
下期更精彩。